导演只是让他演个打工人，可他却因为一段即兴发挥，让全网的观众集体破防。我们已经够卑微的了，你的敌人是外星人，我们的敌人是生活。你瞅瞅他，百兽之王啊！以前他在森林里，那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吃上一块肉，可现在他只需要掰一掰就能吃上一口，那他还是百兽之王吗？他的目的不就是吃肉？你绝对无法想象，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居然同时融合了荒诞喜剧、官商勾结、扫黑除恶、科幻奇幻等多重元素，因其尺度过大，被网友称为喜剧版的《人民的名义》。试想一下，假如请超人过来整顿中国官场，那场面该有多壮观。同时他又演出了打工人在生活所迫下的卑微，讽刺了当今社会的荒诞现状。而这样的一部电影能过审本身就是个奇迹。故事发生在一个叫莱茵的小县城，由张国强饰演的王县长表面上廉洁奉公，一心为民，可背地里却是个伪君子。他与煤老板赵金峰暗中勾结，以过度采煤的方式大肆敛财。看过狂飙的都知道，高启盛这小子素来心狠手辣，做起事来不计后果。不出所料，煤矿发生重大坍塌事故，6名矿工深埋地底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受害者家属聚集到公司门前，扯起横幅，决心讨一个公道。岂料这一幕正巧被王县长撞见，且看他是如何两面三刀的。真看不得老百姓受苦。赶紧走，你告诉那个张村长，他村里这几个人要是再管不住，他也不能干了。事故很快引来了调查组，王县长作为官场老油条，自然是丝毫不慌。这几年京丰煤矿有事故，伤亡人数总是能精准地处在重大事故标准线以下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为了尽快打发走调查组，赵金峰恳请王县长帮忙，并准备了一份厚礼。可王县长竟狮子大开口：要是能是你有一把我的椅子，我就死而不怕了。赵金峰表面上陪着笑，可转头就给王县长盛了一碗辣椒，说是家里的祖传秘方，专治各种杂毛病。品尝尝，包治百病。在对方的威胁下，他只能强忍恶心吃了下去。而赵金峰之所以如此嚣张，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副市长，况且他还豢养了许多打手，黑恶势力外加官商政要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腐败网络，也令当地的百姓苦不堪言。赵金峰，这个王八犊子，你草菅人命！直到有一个叫王长海的人出现。王长海是一位超级英雄，飞天遁地无所不能。他刚从宇宙战场退役，便以特派员的身份被委派到地球。超英总部派给他一个任务，在莱茵县收拢有超能力的人，组成一支战斗小组，以此来抵御外星人的进攻。而王县长作为东道主，在得知超级英雄回归后，第一时间设宴招待。长海同志，实在是抱歉，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。由于王长海常年征战宇宙，不懂人情世故，怕他得罪王县长，同时夏目便用超能力暗中给他支招，教给他一些参会礼仪。高白员，他年轻人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，现场工作非常紧，看我也很像。你这么演戏给我看，辛不辛苦啊？因为不懂规矩，王长海竟直接坐上了主位。要知道，在北方地区，人们把饭桌文化看得很重要，正对大门的位置叫主陪，是专门留给主人的，外人坐上去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。特派员，您坐那儿了，领导坐哪儿啊？这么多座位，想坐哪儿就可以坐哪儿，不用问我。我干了！哎呦，好。一顿饭下来，长海丑态频出，也令王县长颜面尽失。作为一名超级英雄，长海当然不在乎。可糟糕的是，成立战斗小组需要县里审批，县长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。就这样，长海在跑手续的过程中，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各种刁难。体检报告，救生员资格证无犯罪记录证明，保险有没有？银行流水的来一份。他本想用超能力解决问题，可超英守则明确规定，不得对普通人使用超能力。真是太难了！万般无奈下，长海只能向县长低头。为了讨好县长，他夜夜陪县长喝酒，与他共舞到天亮，还学会了拍马屁。我打呼噜了吗？报告县长，呼噜没有，但这一路我能时不时听见您吹响带领莱茵县人民奔向幸福的号角，这也不犯规。长海啊，我一直跟你强调，少拍马屁，少说客套话。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嘛，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这是导演对现实的暗讽。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，超人来了都得弯腰敬酒，换做普通人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月球来的不会词儿，谁不喝醉谁是儿。可一连过了几个月，县长依旧没有松口的意思。县长他到底想过啥呀？他要升官，他要发财，他要把莱茵县掏空。
抽空这一块省了把钱。在秘书的提示下，长海用超能力挖空了地下的所有煤炭，足足堆成了几百座煤山。王县长很满意，不仅答应了长海组建小队的请求，还提出要与他结为异姓兄弟。我是大哥王心凌，二哥王长海，三弟赵金芬，我老四，给我滚出去！好的。可你以为王长海真的傻吗？或者说这只是他的伪装，目的是为了接近敌人，掌握敌人的犯罪证据，再将其一举歼灭呢？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求求你帮帮我！这是正在热映的电影《特立独行》，该片以扫黑除恶为内核，上演了一出超级英雄被人情世故按在地上摩擦的荒诞故事，犀利地撕开了人情社会、官僚主义和职场潜规则的伪装，也让观众在笑声中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影子和成年人的无奈。不得不说，还是年轻导演下手狠，拍起电影来没轻没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该片的取景地在东北某城市，而电影刚上映4天，这座城市的副市长就因为贪污落马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位副市长就是主管矿产资源的。副市长下马与剧情魔幻联动，这不就是妥妥的电影照进现实吗？电影全程笑料不断，而作为造梗机器的魏翔更是贡献了诸多名场面。如果你每天被职场内耗、被人情琐事压得喘不过气，真心推荐去看看这部电影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意义。